Google 刚发布的 Gemini 3.5 Transcribe， 官方平均词错误率只有 2.6%， 但你要开实时模式，这个数字直接跳到 4%。 同一个模型，两种模式差了 1.4个百分点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 Google Cloud 推出的语音转文字 API， 专治会议录音、客服电话这类场景。他说好了，要帮你把转写整理的能直接看，省掉手动清理口误的功夫。这条线栏目从今年2月一直追到现在，从 OpenAI 的实时 API 到 NVIDIA 的40种语言 ASR， 再到这次 Google 的双端点设计，行业重心一路从低延迟挪到了可观测落地。到了今年8月，结论是单看 WER 和语言覆盖数早就不够用了，端侧真跑起来的延迟和体验才是决定生死的指标。光看数字好看，实际用起来卡顿，一样白搭。所以接下来你看实现方式， Google 把同一个模型拆成了2个独立端点， LAE API 管实时流， Interactions API 管录好的文件，一个负责快，一个负责全，看你选哪头。这种负责快的 LAE API 给你一次秒级延迟，但会话最长10分钟，且不支持说话人分离。这个取舍很直接，你要实时就得牺牲审计能力，要审计能力你就得切到 Interactions API， 说话人分离和时间戳都给你。可一旦打开这些功能，单次能处理的音频就从1小时缩到30分钟，这也是一种交换。官方说最终转录时间比上一代快 70%， 听起来很爽。但记住，这 70% 是拿掉审计功能换来的，不是白送的午餐。它内置的 Smart 模式能把那个等一下的口语全清掉，把一句乱糟糟的话整理得漂漂亮亮。和代价是它改的是你的原话，比如原话是你该邀请 Alice 吧，不等等，还是 Bob 和 Carol， 他给你整理成你应该邀请 Bob 和 Carol， 听着干净，但原话没了。但这里有个必须警惕的矛盾，你听出来了吗？官方说流式 WR 是 4%， 可他们自己引用的实测数据却是 5.5%。 更离谱的是，智能模式会改你原话，口语里的和等一下被悄悄删掉，但法律场景要的就是逐字稿。营销口径和独立评估的差距，你选型时得自己判断。断钱这块你得看个趋势，批量处理1分钟大约 0.005， 实时处理要 0.009， 成本直接翻倍，选型时心里要有数。小团队能走 AI Studio 免费层，但合规企业得走付费企业通道，成本翻倍是这个设计的一环。面对 Deepgram Assembly AI 这些成熟产品， Google 官方尚未拿出明确的成本对比数据，它真正的差异化就是这双端点和 Smart 模式。但不开源这点对数据敏感的企业很伤，你没法自己部署，所有音频都得过它的云端。外部查到的不只是接口，与 MBLOL 功能已经内置在 Pixel 11上，开发者侧有 LifeKit、Agora 这些现成集成，但整条路仍是托管服务，没有自托管可能。回顾以往的托管服务版图， Gemini 3.5 Transcribe 才是真正与 OpenAI 的 Realtime API 正面相遇。之前是边缘试探，这次是正面开火。你要是在法律或医疗场景， Smart 模式千万别开，它改写的原话在法律上站不住脚，可能出大问题。智能模式删掉，后证词笔录就失真了，律师拿这个上庭必败。这种场景你需要的是逐字稿，不是润色稿。所以 Google 这步是在战略收紧，把一切攥在云里。对你个人开发者是方便了，但真正在意数据主权的团队基本跟他们无缘，这是付费的代价，也是选择的代价。想想看，几百段音频手动清理口误的崩溃，换来的却是数据被云端捏着，值吗？最后把这次的避坑清单留给你。第一，确认你要的 WR 是流式还是非流式口径。第二， Smart 模式在合规场景别碰。第三， Live 端点撑不过10分钟。第四，实时成本比批量翻倍。第五，不开源，数据主权别指望。按这5条过一遍，再决定要不要上。